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从7岁的绝技到现在的数十亿的主权，她怎么可能成功？最近，疯狂的三妈赵丽颖又一次加入了聚会。拍完《幸福万家》后，她开始录制《野蛮发展》。从追求合理公平到新100年乡村女士的满意。1990年代，许半夏，一个想打仗的阴谋女霸王。这2部剧集昭示着赵丽颖正式从偶像聚会走向强势聚会。然而，谁能想到几年前，她一直在跑特技和吃午饭，限制了各种群体。在横店不断来回穿梭的人不计其数。你赵丽颖怎么会出名，而且出名已久？有几个原因：一，以接纳的眼光学习，多收集。既然她肯定不是专家，那么赵丽颖的演技就要靠她自己的调查和局长的劝告了。她像抹布一样，在小组中顽强地学习和吸收表演信息。为了更快的发展，她之前玩过一些神话中的蛇类工作，并且这个演示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她在横店度过了300多天，每年365天，像一棵树一样扎根于群体之中。演一个不熟的小姐姐，她就去找经验丰富的金一梦总裁做了例子。此外，我也看过很多关于这件事的节目。为了在哭戏中表现出色，她会在表演前注意一些特别悲惨的曲子来发展自己的感情。每一份工作的细心清洁，让她的演技一次次突飞猛进。7年沉淀，她终于坐稳了，为她最令人难忘的大型勇敢女性节目《陆贞传奇》。这一次她是聚光灯下的焦点，观众面前总算是有一盏灯给她看。从此开始疯狂绽放千古青云志，楚乔生平知不知道都引爆了，确立了电视剧破100亿的标准。赵丽颖在中国电视剧的整个存在过程中，留下了几笔永恒的一笔。2. 热爱工作，不怕苦。在赵丽颖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，她曾录制过一部电影《宫锁沉香》。赵丽颖吓得连忙从小马身上摔了下来。当时赵丽颖以为只是小伤，没有去治疗。万事俱备，她熬过了枪击。当她出现在急诊室时，背部受伤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其顽固的疾病。就在赵丽颖走上名誉道的那一刻，不少野蛮人指责她莫名其妙地把玫瑰留在了腰间。真正的解释是隐藏腹部的凸起部分。更何况，赵丽颖正在拍摄《楚乔回忆录》，为了表现得无可挑剔，这出戏基本上是面对面表演的。最精彩的一幕是她穿着一身装束，在黄沙中来回穿梭。经过1天的拍摄，我的身体周围都有很大和很小的伤痕。尽管她的身上布满了伤口，但从未有人看到她在会议上可怜地卖东西。她认为这是艺人最基本的本性。另外，对于一部分不同的艺人可能会说些什么。由于受了几处小伤，她开始狼狈地推销，站出来请求考虑。3. 升职补偿。因为录音，赵丽颖可以在横店过年。到现在，和小队一起的张睿已经给她做饭了。的运水之美，当泉水报销。后来，她在记录楚乔生平的时候，我让张睿的另一半来出演《楚乔传》中的钟玉。某些人成名后会随波逐流，厌恶以前的朋友是典型的。然而，赵丽颖出名后并没有这样做。一个认识卫视的同伴，他也会着急帮忙。赵丽颖在录制《Castle Rock DAB Shade》时认识了包贝尔，2人都在其中担任配角。赵丽颖后来名声大噪，包贝尔要求赵丽颖替他做配角，而此时他完成了录制过程，已经是凌晨了。包贝尔答应最简单的30分钟，然而化妆完成后就变成了1个小时。尽管如此，赵丽颖还是坚持要完成包贝尔的戏。4. 不自怜，力求完美。通过赵丽颖的眼神，她就能体会到她的坚韧。她可能对自己无情，她不习惯自己。
为了拍出很好的语景，可能整天都湿漉漉的。为了尝试真实性，该剧是亲自上演的。为了暴露角色的疲劳，他故意熬夜，让导演再也遮不住眼睛下方的黑眼圈。为了演好徐半夏，可以说肥就是肥。让我问，有多少人可以无情地操纵自己？最终结果是，在实际生活方式中，极少数、最多的人无法有效地操纵自己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脱轨。层层游泳圈，减肥实在是太累了。一直拖着看计划，先玩后看。早上不要起床，晚上不要早点看床垫，明天早点看床垫。在沉迷于徒劳的智力摩擦和不断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的系统中，如此真正的成功是如何降临到你身上的？最高的意志力是能够操纵你自己，最简单的通过控制你自己的方式是你能够操纵你自己的命运。赵丽颖就是这样。除此之外，追求完美。赵丽颖担任女主后，拍摄的题材几乎平日不一样。从硬女大臣陆贞到傻傻的薛珊珊，再到体贴入微的盛明兰，几乎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，但赵丽颖却做到了很好的诠释。小火过后，她没能公平地看待自己，相反，认真对待每一个功能，保持改进，一丝不苟地打磨和审查，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他们自己的电视记录。上天会保佑那些努力画画的人，赵丽颖是幸运的，但她的成功是她应得的。你忍受了多少吨的挣扎，你有多少吨的满足，这就是本期的人，赵丽颖。02从诚意到赵露思，现场观众明星，请允许原剧穿越。王俊凯表示不满。在网站访问者为王的时代，谁拥有网红和歌手网站访问者，谁就有可能拍电影和演电视剧。考虑到的第一把钥匙。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时候看过赵露思主演的《胡同》？这部电视剧集讲述了从社区委员会的创建、改进和完善，一直坚持为人类服务的独特目标的3代女孩的故事。赵露思分3个单元参加了接办第一科技内部。要说这部剧，无论是剧情还是服务，都是通过观众的方式批评的。剧中赵露思的人是天早，她没有爸爸妈妈，也没有爸爸妈妈。她是一个可怕的蹒跚学步的孩子，每天都和一群野蛮的孩子一起出去玩。由于他们是一群可怕的孩子，因此需要考虑到他们现在的热量已经不足以消耗，并且不能说如果他们很糟糕，他们就是肮脏和邋遢的电视收藏中提供的组织，甚至不能每天消费孩子，而且他们仍然是脂肪。这是给你的照片，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赵露思被称为网剧公主，凭借传闻中的陈芊芊，她红遍了《我喜欢你》《我们来试试世界》《国子监女弟子》等，但分数都很高。真的，她看起来很糖果，看起来就像隔壁的小姐姐。她可能很讨人喜欢。表演过程中，沙雕、幽默风趣幽默的举止都能明显赢得一笑。要说也有一些表演技巧。在热播的《星宇南岳出海》中，她经常从一个左后腿变身为一个有担当、有主见的女孩，这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。看来她不是最单纯的幽默，而是在认真做生意方面也出类拔萃。其中曾有过以公主的方式设计的将公主赶入水池的场景，她觉得委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那种压抑的情绪，只是在她丈夫的一个拥抱之后，就打破了她的保护。这个哭泣的场景包含了批评和沮丧、痛苦。我需要可以说，继续是很有爆发力的。另一方面，她在胡同中，看来我真的又开始研究那组沙雕了。杀人的时候不偷偷躲在角落里，还大吵大闹让对方防备，然后将他制服，未免太明智了。还有这种眨眼、各种瞪眼的表情，一不小心以为自己在看怀旧版的传闻中的陈芊芊。不是证据需要严苛，而是每个时代的人物都有时代的烙印，甚至每个地方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。
并不是每部电影都用同一个模板播放，塑造出来的人物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人物的灵魂。此外，还有热播的《底线中的诚意》在剧中饰演法官助理，面无表情，眼神呆滞，四肢僵硬，还有阅读机，诚意一副睡不着的样子。此外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嘴巴微张，语气平淡无情，无论是喜怒哀乐，都有一张小脸。仙侠剧毕竟没有人见过仙人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就这么装。偶像剧真的是在演自己。然而，主要的戏剧是不同的，需要融入角色的性格、生活方式和职业特点，才能有代入感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。甚至连角色成长的背景都记错了，说明他根本没有安下心来看懂剧本。要知道，那些能成为戏骨的演员，据说每次拍戏都能获得新技能，比如宫皇巩俐。拍摄《红高粱》时，巩俐为了更贴近角色，提前2个月去高密体验生活。因为我们要还原真实的提水感觉，所以每次练习的时候桶里都装满了水。巩俐一直练到肩膀都磨破了，单条调水的动作她练了1个月。1990年，继续主演张艺谋执导的电视剧剧斗，比如最近大火的《千里归来》中，张译饰演的就是外交官。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外交官撤侨的案例，还在剧中讲了阿拉伯语。他自学并在剧中使用了原声，这一水平震惊了阿拉伯语译者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流量明星就不用演正经剧了，只要用心演绎，依然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王俊凯在《千里归来》中饰演外交官，从初入职场到最后的成长，人们都能看到他演技的提升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懂事，在战区没脑子用相机拍，导致全队被叛军抓捕。之后，宗大伟带着众人前往迪拉特避难。因为通讯中断，他不确定那里是否会有救援，但根据他的经验，他觉得至少有一个炼油区，应该更安全一些。其次，选择不公布真相，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求生的欲望。然而，程朗却想质疑他的道德，谴责他背信弃义。正是因为不顾大局，李明辉私下逃亡，险些害死百姓。但是看到那之后，程朗的角色就成长了很多。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开始慢慢了解宗大为，他的笑容感染了周围的人。最终，他拿着没电的相机假装拍下了叛军的暴行，还用勇敢的谎言拯救了宗大为大哥。面对宗大伟因为幼稚的行为与主力失联，他蹲下后悔，低声哭泣，感情格外真挚。另外，王俊凯的头像看起来有些臃肿，原来他为了这个角色胖了近20斤，就是为了展现程朗在逃跑路上的臃肿状态。要说20斤对于一个靠颜值的流量小生来说是毁容自毁，而王俊凯为角色牺牲的能力，可见他是真的在乎。